赤道国家乌干达在赤道标识线上以及以南和以北大约10米的3个地方分别放置了水池，然后向南北2个水池中添加水。待水面平静后，能明显看到北边水池的漩涡是顺时针旋转的，而南边水池的漩涡则是逆时针转动。接着在赤道线上做相同的实验，神奇的一幕发生了。在这条标识线上，水流竟放弃旋转，直直地向下流去。仅仅10米的距离，水流就能产生如此大的变化。科里奥利利真的有这么神奇吗？其实，水漩涡的实验在众多赤道国家都能见到，但乌干达这个可以说是假的离谱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先来看一个实验。坐在转盘上的2个人互相传球，可以看到，在转盘保持静止状态时，小球以直线的轨迹顺利传到另一个人手中。但当转盘开始转动后，小球仿佛受到了一个神秘的力，从而使自身的运动轨迹发生偏离。这个神秘的力就是科里奥利力，是一种在旋转体系中进行直线运动的质点，由于惯性而产生的一种偏移力。事实上，我们所处的蓝色星球就是一个巨大的旋转体系，地球的自转运动导致地面上质点的运动都会受到科里奥利力的影响。在赤道上方，也就是北半球，科里奥利力会使物体运动方向偏右，而南半球则是偏左。比如，在北半球上的飓风是逆时针旋转，但南半球上的飓风却变成了顺时针转动。所以说，乌干达设立的这个道具从本质上连方向都搞错了。科里奥利效应在极地最显著，向赤道方向逐渐减弱，直到消失在赤道处。所以一些赤道国家就会打着这个旗号，通过展示赤道线2旁相反水漩涡的方向，吸引游客前来观赏。就连电影中的主角也会利用这种效应来判断自己所在的位置。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？眼前这2个并排的水池就能说明问题。让2个水池同时排水，可以看到水的漩涡一个是顺时针，而另一个则是逆时针。这难道是赤道线恰好经过了中间的隔断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其实，科里奥利力是针对尺度较大的运动而定义的。比如在北半球上，河道的右边往往会比另一边冲刷得更厉害，但我们在路上行走时就不会感觉到偏移力的影响。所以一个小小的水漩涡，科里奥利力对它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。出水管的形状、外力控制等都能改变漩涡方向。